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看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深入聊聊手相学中那些常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天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看手相就是盯着掌心中那三条最明显的主线：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确实，这三条线构成了我们命运的大框架，就像是一个人的骨骼，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底色。但真正懂得手相精髓、功夫深厚的人，看的往往不是这些基础的主线，而是那些在主线上方或周围长得奇奇怪怪，甚至有些细碎的纹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纹。这些杂纹在手相学中的地位，恰恰如同中医方剂里的配伍，讲究君臣佐使。一个纹路位置稍微偏一点，甚至只是角度变了一下，它所透露的命运讯息就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杂纹透露出的讯息往往比主线还要快，还要准。如果主线是人生的高速公路，代表着你一生大致的运势走向，那么杂纹就是路上的突发状况，它是测速照相，提醒你要收敛锋芒；它是前方的车祸预警，告诉你要减速避让；它甚至是突然掉下来的招牌，预示着毫无征兆的打击。看不懂杂纹，你的人生就像是在暴雨中裸奔，全然不知哪里会有泥泞，哪里会有陷阱。在所有的杂纹中，有一种纹路是最让人感到棘手，也是最不吉利的，它就是倒纹。所谓倒纹，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的手纹线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像眼睛，或者像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一样的闭合圈圈。这个纹路在相学上是一个典型的困局象征，无论它出现在哪条线上，都代表着那个部位的能量被困住了，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甚至可以说是气血不通。我们先来看看，如果倒纹出现在感情线上会发生什么。正常的感情线应该是一路生锈清楚，蜿蜒而上的，这代表你的情感生活顺遂，能得良人相伴。可一旦在感情线的中间位置冒出一个倒纹，你甚至都不用去询问对方，他的感情生活此刻必然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人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你想出去，外面的阳光照不进来；你想呼救，声音却被海浪淹没。那是心悬在半空，剪不断理还乱的苦闷。我遇到过一位太太，她是来问我她先生的身体状况的。可当她把手伸出来的一刹那，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感情线上那个大大的异常清晰的倒纹。我当时就没忍住，直接跟她说：太太，你先别管你先生的胃疼还是头痛了，你先管管你自己吧。你的感情出大问题了，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无法解脱的三角关系，或者是和先生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境地？那位太太一听，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她抽泣着说：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和我先生已经冷战半年了，现在正在闹离婚，而且中间确实还卡了一个别人，大家都在煎熬。你看，这就是倒纹的力量，他不需要你开口，就已经把你家里的故事讲得清清楚楚。倒纹就是情感的牢笼，多半与烂桃花、孽缘或是不清不楚的三角纠葛有关。如果这种倒纹连成一串，像锁链一样，那这个人的感情世界基本就是一团乱麻，一辈子都在为情所困，那是极大的灵性损耗，很难修得圆满。当倒纹转移到智慧线上时，它的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觑，甚至在心理层面的折磨更深。智慧线主管一个人的思想、头脑、决策力以及神识的清明。如果智慧线上出现倒纹，说明你的思想被困住了，你陷入了严重的钻牛角尖，陷入了某种想不开的死循环。在倒纹出现的这段时间里，人非常容易患上忧郁症、神经衰弱，或者是严重的失眠。他们的脑袋就像打了死结，
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甚至只是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到了他们那里却能演变成翻江倒海的灭顶之灾。他们把自己困在情绪的死胡同里，反复咀嚼那些痛苦，无法自拔。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身边的朋友手上有这样的纹路，一定要及时提醒，这是老天爷在通过你的身体警告你，你最近的心态出偏差了，你的神识太疲惫了，必须学会放空，学会断舍离。如果不能从这个思想的孤岛中游出来，你的气运也会随之快速败坏。至于出现在事业线上的倒纹，那就更是职场人和创业者的噩梦。事业线本应是冲天而上的气势，代表着你的企图心、执行力与最终的成就。可一旦中间横亘一个倒纹，就像是高速公路突然遇到了塌方，或者大桥突然断裂，在那段时间里，你的事业一定会陷入进退两难、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你明明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却发现事情纹丝不动。你明明看到了机会，却总是在临门一脚时被莫名其妙的因素给绊住。这可能是被身边的小人暗算，也可能是公司的底层架构出了问题。总之，你会感到一种动弹不得的窒息感。这就是倒纹在事业上布下的困字阵，是典型的气运阻塞。除了让人头疼的倒纹，还有一种非常常见且充满警示意味的杂纹，叫做十字纹，就是一个简单的 X 型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字纹代表着阻碍、困难与突如其来的打击。它与倒纹那种持续性的闷在那里的困不同，十字纹更像是一种剧烈的瞬间冲击，是一种突发的变故。比如你的事业线正走得稳健，旁边突然冒出一个十字纹，甚至直接横切了事业线，这预示着你的事业将遭遇突如其来的重创。可能你本来已经预定要升迁，却在公示期被人恶意举报，或者你谈了整整1年的大项目，因为突然的政策调整而瞬间作废。这就是十字纹带给人的那种急刹车式的挫败感，让你的所有计划瞬间归零。如果十字纹出现在生命线上，那就必须引起最高程度的警觉，甚至要提前做好防范。它代表着在对应的年龄段，你的健康会遭遇一个重大的突如其来的意外或打击。这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症，也可能是一个意外的身体伤害。十字纹就像是一个交通警告标志，明明白白地挂在你生命的航道上，告诉你前面的路段有危险，必须放慢速度，甚至要停下来做一个全面的年检。这是老天爷的慈悲，他在出事之前先给你打了个招呼，就看你能不能看懂这份天气预报。然而，国学智慧的最高妙之处就在于凡事皆有例外，这正是易经中波极而复、阴阳转化的奥秘。虽然十字纹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凶兆，但如果它长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区域，它就会瞬间化身为顶级的吉兆，甚至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个地方就在你手掌的中心，智慧线与感情线之间的那块开阔区域，我们称之为明堂。如果在明堂的正中央出现一个端端正正、不偏不倚的十字纹，它就不再是阻碍，而有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和高维智慧的名字——神秘十字纹。拥有这个纹路的人，通常第六感异常强大，他们的人生仿佛自带一套高精度的雷达系统。他们对宗教、哲学、命理、玄学有着天生的亲和力与领悟力。你跟这种人讲什么佛道真理、易经八卦，他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瞬间就能心领神会，因为这些知识原本就刻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常常会做一些预知梦，或者在重大决策前会有极其强烈的预感。你千万不要试图欺骗他们，因为
他们的心就像一面通透的明镜，你的一言一行，甚至每一个起心动念，在他们面前几乎都是透明的。这个纹路就是通往神秘世界，通往宇宙终极智慧的一把钥匙。位置一变，天差地别，这就是相学的辩证法。同样的符号，长在路口是路障，长在心间就是光。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手掌中的吉星星纹。星纹是由3条或3条以上的短线交叉而成的放射状纹路，看起来就像一颗在黑夜中闪烁的繁星。星纹在相学中代表着幸运、成功以及才华的瞬间爆发，它是一种爆发力的象征，代表着你长期的积累终于到了一个质变的临界点。但这份好运具体落在哪里，还得看它降临在手掌的哪个丘上。手掌中那些隆起的肉垫，在相学中被称为丘，每一个丘都对应着不同的宇宙天星能量。比如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出现星纹，那真是要恭喜你了。木星丘主管一个人的权力、欲望、自信心、社会地位以及领导力。这里的星纹意味着你即将平步青云，不仅能掌握实际的权柄，还能获得极佳的社会声望。这对于在体制内工作或者在大型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加持，代表着会有生命中的大贵人出现，助你一臂之力，挡都挡不住。如果星纹出现在无名指下方的太阳丘，那代表的是民生、财富与艺术才华的巅峰结合。太阳丘是光芒四射的地方，对应着太阳的能量。这里的星纹预示着你会因为自己独特的才华或某种过人的技能而声名大噪，并随之带来巨额的，甚至是爆发性的财富。很多大红大紫的明星、著名的艺术家，或者是突然爆火的创业者，在他们正式登台爆红之前，太阳丘上往往会悄悄生出这样一颗幸运之星，这预示着他们的收获期到了，过去的辛苦耕耘终于要结出金色的果实。不过，如果是长在感情线上的星纹，则要稍微注意，因为它带来的冲击力太强，往往代表着一段如烟火般灿烂，却可能异常轰烈且短暂的恋情。这种感情美则美矣，却未必能落地生根，属于人生中的华丽点缀，而非长久的安稳。这就如同中药配伍，药性本身无善恶，全看你如何运用。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杂纹，比如井字纹，它的形状就像一个繁体的井字。在相学中，井字纹具有极强的保护、稳固与防御作用。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在中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这本是大凶之兆，预示着生命力的突然中断、重病或者是重大灾厄。但如果在这个断裂处的旁边恰好出现了一个井字纹，将其牢牢框住，这在相学上就叫逢凶化吉。就像你开车不小心冲出了悬崖，本以为必死无疑，结果半山腰正好有一张巨大的防护网稳稳接住了你。虽然过程惊险万分，但最终能保住性命，平安落地。井字纹就是老天爷赐予你的隐形守护神，代表着祖德深厚，或是有神灵庇佑。此外还有三角纹，它通常代表着智慧与谋略的显著提升。如果出现在事业线上，说明你这段时间思维极其活跃，精于策划，能以巧劲化解难题。如果出现在智慧线上，说明你逻辑缜密，甚至在学术或专业领域会有重大的突破。三角纹是对主线力量的一种良性增强。当然，像学中也有一些令人心忧，需要提前预防的纹路，比如流苏纹。这种纹路长得像细碎的流苏，或者像干枯的草根，通常出现在主线的末端。如果生命线的末端变成了这种流苏状，
意味着一个人的元气在晚年开始溃散，体力会急速下降，甚至会出现某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这在提醒你，必须从年轻时就开始养精蓄锐，不要过度透支身体。感情线末端出现流疏，则预示着一段感情到最后变得有名无实，曾经的热情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和不断的内耗磨灭殆尽。所以说，看手相千万不能读死书，生搬硬套。你不能一看到祷文就断言人家要离婚，一看到十字纹就预言人家要破产，这太肤浅了。你必须看它长在哪里，色泽是鲜润还是枯槁，纹路是端正还是歪斜，还要配合整个手掌的软硬程度、心性的刚柔、气色、近期的运势旺衰进行综合研判。一个高明的手相师看手就像一代宗师在看阵法，所有的细微讯息都要放入一个宏大的时空模型中进行推演。但最重要，也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手相是会变的，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终身监禁。如果你认为手相决定了你的一生，那你就彻底错了。在国学智慧里，我们讲究相随心转，境由心造。你3个月前的纹路和现在的纹路可能完全不同。为什么会变？因为你的心念变了，你的行为改了。比如你本来处事颓废，得过且过，你的事业线上可能布满了代表阻碍的横纹和杂纹。但如果你突然觉醒了，开始发愤图强，利益他人，精进修行，半年后再看，那些原本深重的阻碍纹可能会变淡、缩短，甚至彻底消失。而那些代表机遇的新纹，代表稳固的紧致纹就会悄悄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各位要学这点手相知识。我们学它不是为了陷入宿命论的悲观，更不是为了去炫耀，你看我手上有吉星。学习手相是为了知机，是为了掌握那份关于命运的天气预报。当你看到不好的纹路冒头时，那不是判决书，而是上天的一份慈悲警示。他在拍着你的肩膀提醒你，老兄，你最近的路走歪了，你的傲慢兴起来了，或者你的贪欲太重了，得赶紧修心修行，反思过往了。你心念一转，行为一改，命就跟着改了。这就是易经的精髓，趋吉避凶，命自我立。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杂纹，它们是宇宙写在你手心里的密码信。看得懂的人，在命运的暴雨来临前就已经带好了伞，找好了避雨的亭子。看不懂的人，就只能在泥泞中反复跌倒，然后怨天尤人。手掌虽然方寸大小，却藏着一个人的三世因果与当下的气运伏笔。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手相天机，能让大家在迷茫的生活中多一份自省与觉察。我们看手，归根结底是在看心，看那份写在皮肤纹理中的灵魂轨迹。如果你能在这些细微的变化中捕捉到上天的指引，并以此为契机去调整自己的频率，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份从容。修行其实并不在深山老林里，它就藏在你的呼吸之间，藏在你的起心动念里，也藏在你的掌心之中。好了，今天的深度分享就到这里。手相学的乾坤大得很，今天聊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甚至让你找到了人生中某些困惑的答案，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打出顺应天命这4个字。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一份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与回应。让我们一起福慧双修，在滚滚红尘中感悟生命的真谛，活出真正的清明与圆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